有这么一个传说，吃下人鱼肉不但可以永葆青春，还能不老不死。许多人为了这个传说，究其一生都在寻找人鱼肉，可到头来却发现传说并不真实。有的人在吃下人鱼肉后，会在第二天突然暴死，有的人会当场发生异变，变成丑陋的怪物倒地身亡。不过也有个人，他无意中吃下后，却真的获得了不老不死的能力。可是拥有无限的生命真的是好事吗？500年的时间，他一直在经历生死，感受生死，看着心爱的妻子从面若桃花到年老色衰，在别人眼中极其漫长的时间，对于他来说似乎就是那么一瞬间。就连他的妻子也说：“我现在觉得你真的好可怕。”也是这句话让永泰开始厌恶长生，他也想像别人一样生老病死，像别人一样和心爱的人白头偕老，因为这样才是真正的人生。其实他也曾听人说过，如果能找到活着的人鱼，一定有办法再次变回普通人。是在妻子死后，永泰便开启了一段寻找人鱼的旅途。也不知过去了多久，当他再次出现时，是在一个奇怪的村落，这个村里全是女人，而且几乎都长着同一副面容，年轻的一个样，年老的一个样，唯一不同的只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真鱼。村里所有人都很照顾她，但奇怪的是，从很小的年纪开始，他们便锁住了真鱼的脚，不让她独自行走。而对于陌生的人造访村落，他们的态度也是非常的简单粗暴。先是简单的问上一句：“如果你失踪了，会有人找你吗？”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便会拿着鱼叉狠狠向其刺去，直到确定他彻底死亡才停手。随后，他们会将死者丢弃在一个洞穴中，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般黯然离去。不过这一次，他们遇上了永泰，一个不老不死、受了重伤也能很快自愈的人。当时间来到傍晚时，永泰苏醒了过来，看着周围的一切，他发现不远处竟有一条人鱼的尸体，而且这人鱼的尾巴上有个缺口，显然是被谁割走的。此时的另一边，这些老太们正围在真鱼小姐的身旁，似乎在商量着什么。而下一秒，永泰踹开房门，背着那条人鱼出现在了这里。一直在寻找人鱼的他，突然在这里发现了人鱼的踪迹，他怎会轻易放弃这个成为普通人的机会？可对于永泰的质问，这些老太给予的回应却是再次拿起武器刺向他，似乎是发现了真鱼小姐的重要性。他径直冲了过去，在挨了一巴掌后挟持了真鱼小姐。这一幕果然令老太们非常紧张。可当他掀开被子想挟持真鱼离开时，却发现他脚上带着脚铐，无奈他只能背着真鱼开始了逃亡。逃跑的过程中，村民们纷纷追赶了出来，他们拿着长枪就向两人刺去，全然不顾这样会不会误伤真鱼。后来他们逃到了一个山洞内，永泰为真鱼拆除了脚铐，而此时的真鱼却有些郁闷，为什么婆婆们要给自己戴这个？为什么曾经这么在乎自己，今晚却似乎完全不顾及她的生死？就在两人纷纷不解时，一只长相极其丑陋的怪物出现在眼前，并向他们飞速奔去。眼见这一幕的永泰带着真鱼赶紧再次逃出了山洞。其实刚才那怪物永泰多年前见过，他确信那是吃下人鱼肉后变成的，但是当时那怪物直接倒地而亡，为什么这只却还活着？为了搞清事情的原委，他将真鱼留在了原处，决定再次回到村子。这一次老太们并没有为难他，不过作为交换，他们将人鱼的秘密告诉永泰，而永泰将真鱼小姐还给他们。通过一夜的详谈，原来这个村里的所有人全是人鱼，而真鱼小姐是10几年前从人类村庄掠来的女婴。他们之所以饲养她呵护她，却是为了以后将她给吃了，就像人类吃了人鱼肉可以长生不老，而人鱼如果吃下人的肉便可重获新生，只是要吃的不是一般的人类，而是吃了人鱼肉变得长生不老的少女。几百年来，他们一直做着这样的事。可人鱼肉同时也是一种可怕的剧毒，他们吃了后不是立即死亡，就是变成半人鱼，以那种可怕又悲惨的样子永远生活下去。迄今为止，完美留下来的只有真鱼小姐一个。原来之前永泰在洞穴中发现了那条少了一块肉的人鱼，就是他们喂给了真鱼小姐。得知真相的永泰十分愤怒，他决定要保护真鱼，绝不会将她给交出来。可下一秒，真鱼小姐已然被他们给找到。就在看向真鱼的瞬间，一支长枪再次贯穿他的身体。事实上，人鱼也没有办法将永泰变为普通人，不过他们人鱼特制的毒素却可以杀死吃了人鱼肉的人类。不甘如此的永泰凭着最后一丝力气救下真鱼，带着他再次逃跑，躲进了半人鱼洞。可此时的他因为毒素的影响也昏迷了过去。为了救活永泰，真鱼决定将毒素全都给吸出来。而此时的另一边，村民们根据血迹也找到了两人位置，但由于所有的半人鱼洞都是相通的，洞内随时可能出现半人鱼，他们也不敢贸然下去。不过如果开闸放水，
那么出口就只有一个，只需在洞口等着，便能轻松找到他们。当大水冲来的那一刻，所有的村民都被冲进海里，化成了人鱼，而他们只要咬在真鱼的身上，其模样就会变得与真鱼一模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村里的人都长得一个样的原因。永泰带着真鱼回到岸上，接着用长枪对抗着企图扑上来的人鱼。此时唯一个没有下海的婆婆偷偷拿着剑想要杀了真鱼，不过好在真鱼及时醒了过来，挣扎中她将婆婆用力推离开自己的身边。下一秒，看着海岸边那些化身人鱼的村民，她似乎有些失落，已经晚了，他们恢复了人鱼的本性，就算吃了真鱼小姐也无法再恢复到人类的样子。原来婆婆跟永泰他们一样，也是吃了人鱼肉的人类，只是她吃的时候就已经是个年事已高的人。像他这种常年维持一个样的老人，能容得下他的也就只有这里了。以后我和他们留在这里，直到海枯石烂。有这么一伙海盗，带头的是位年轻女子，他们不杀人不越货，虽然表面上气势汹汹，但截停船只绑住船员，却只是为了征求他们的同意，收取一点点的过路费。因为在他们看来，凡事适可而止是最好的。靠着这份特殊的收入，岛上村民的日子虽然并不富足，但至少平静祥和。但谁都没想到，一个男人的出现却打破了这里的平衡。那天他被海浪冲到岛上时，已经没有了呼吸，身体也已凉透。其实这里经常有遇难者飘来，所以并不算什么稀奇事。像往常一样，他们将其给就地安葬在了海边。可离奇的事却在第二天发生了，一只手突然从土里探出，随后整个人从地下钻了出来。安葬的时候明明死了，为什么又活了？这一幕将林吓得不轻，他拿起石头就砸了过去。好在永泰及时解释他不是鬼是人，才化解了误会。后来林带着永泰去见了自己的父亲，也是这个岛上的首领。林的父亲因病几乎常年卧床，与永泰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无论他受了多大的伤，总会很快痊愈，而且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死亡了，而是第4次。许多年前，他曾无意中吃下人鱼肉，获得了不老不死的能力。不过，虽然拥有了无限的生命，他却并不开心。他也想像别人一样去经历生老病死，感受人生。为此，他一直在寻找变回正常人的办法。那天，他在港口遇到了一个艳丽的女人，女人问他想不想去抓人鱼，吃了就能长生的人鱼。那一刻，他愣住了，因为他一直寻找的就是人鱼。听说只要见到人鱼，就一定会有复原的办法。所以后来他跟着女人出了海，可人鱼没找到自己，倒是遇了难。听完永泰的故事，林立马猜测出一定是隔壁村的女人莎是3年前出现的，而人鱼肉的秘密就是她带来的。其实起初林并不相信人鱼的故事，但此时此刻他相信了，也同时拥有了寻找人鱼的想法，因为他不愿父亲再这么忍受病痛的折磨。他和永泰约定，等到上弦之夜海面最平静的时候，一起去寻找人鱼。于是就这样，永泰暂时在村里住了下来。之后的10日里，他们一起出海打劫货船，一起出海捕鱼，大获丰收的时候，也会一起去往集市进行售卖。而那天那个艳丽的女人莎，也同样出现在了集市上。在看见永泰的第一眼，他有些诧异，当时他可是看着永泰遇难的，为什么现在还活着？难道他吃了人鱼肉？为了印证心中的猜想，他拿起一旁的簪子，迅速朝着永泰的手掌刺去。没有吃人鱼肉吗？做完这一切后，女人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而林和永泰也坐上了回程的船。船上，林突然问道：“如果你真的变回普通人了，会一直待在岛上吗？”“是啊，如果能复原的话。”其实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已经对永泰逐渐催生出了感情，而且不光是他，就连他的父亲也同样认为永泰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那晚，当他正式将女儿拜托给永泰时，此时的屋外，那个女人却再次出现在了这里。这一次，她是特意来查看永泰手上的伤势的。在看到已然痊愈的手时，让他更加确信永泰一定是吃了人鱼肉。女人拔出长刀，想让他把剩余的人鱼肉交出来。可永泰哪有什么人鱼肉，他不过是很久很久以前偶然吃下过一块。但这样的说法，女人显然不相信。她拿起刀，转而刺向了林的父亲。永泰虽有着不死之身，但林的父亲没有想要救他，唯一的办法只有人鱼肉。有办法复原哦，吃了人鱼的肉就能得救呢。这些话听在林的耳朵里，瞬间点燃了他心中的愤怒。看着昏迷的父亲，他再也忍不住地拿起刀，一刀挥在了女人的身上。女人应声倒地，当场毙命。也许这就是贪恋人鱼肉的下场吧。
下一秒，林丢下武器，径直朝着海边跑去。他要去找人鱼肉，他要把人鱼肉带回来治好父亲。就这样，他和永泰在这个暴风雨的夜晚，开启了寻找人鱼的旅程。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首领房内，女人的手却轻微地颤抖了2下。传说只要吃下人鱼肉，便可获得永生。3年前，一个女人将这消息带到了这里。从那之后，人们便开始了四处寻找人鱼。女人叫莎，其实谁都不知道她的来历。只知道她是被逆发帮的海盗首领抢回来的，不仅杀了她的丈夫，还被迫当了压寨夫人。但奇怪的是，她不但不恨这首领，还帮着出谋划策，卖力地寻找人鱼。难道她也想获得永生？之后整整3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进展，直到那天遇见了永泰。在得知永泰拥有不死之身后，莎的心中便有了盘算。那晚，她故意重伤卧病在床的林父，为的便是看永泰的手里到底有没有人鱼肉。如果还有，那么一定会拿出来给林的父亲吃下，届时自己只要抢过来便可。如果没有，那么为了林的父亲，他也一定会去到那片海域抓取人鱼，以永泰的不死之身势必事半功倍。而自己早已通知逆发帮的人去那片海域等着，到时他们只要截取果实便可。不过想法虽好，却没料到一向心软的林会一刀将其给毙命。后面的剧情的确如他所料，永泰与林连夜赶往那片海域，并成功发现了人鱼。就在永泰抓住人鱼，与人鱼一起在海中沉浮之际，潜伏已久的逆发帮趁机截胡，甩出鱼叉，将跃出海面的人鱼及永泰的身体插成了马蜂窝。随后他们将人鱼拖上岸据为己有，而永泰的尸体则被他们再次扔入海中，林也被他们关押了起来。但离奇的事却在此刻发生，明明已经殒命的莎却突然出现在了这里，这是为何？莎没有多做解释，只是说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肚里的孩子。之后便带着林来到了庆功宴上。这独眼老大其实早就对林起了色心，如今好不容易抓住他，自然少不了一番调戏。但林给他的回应却是吐口水，用脚踹，咬手指。这番操作下来，就连一向蛮横的独眼也受不住了，一怒之下，他将林狠狠扔了出去。不过恰好被复活赶来的永泰给接住。看着终于复活的永泰，林似乎很激动，但下一秒，一旁的莎发话了。他说：“这是吃了人鱼肉获得不死之身的男人，要想杀死他，必须砍掉他的脑袋。”听到这话，独眼当即表示：“谁要是砍掉那家伙的脑袋，就让他吃人鱼肉。”语毕，手下人蜂拥而上。可面对永泰和林的联手，这些小弟哪是对手？混乱中，永泰直接一刀飞驰而去，正中独眼的胸口。这下独眼坐不住了，拔出胸口的刀，一刀挥向永泰。但他没想到自己刚离开，小弟们便趁机围上来偷吃人鱼肉。待他反应过来时，他们已将人鱼肉吞入腹中，一个个正暗自高兴，自己也拥有了不死之身。可下一秒，他们的身体突然发生异变，一个个痛苦不堪，面容变得极其怪异。这时，一旁休闲吃着人鱼肉的莎说道：“看来你们的身体并不适应人鱼肉。这人鱼肉虽能让人长生，但同时也是一种可怕的毒药，除非是运气极好的家伙，否则不是瞬间殒命，就是变成怪物。”这番话刚说完，这些人果然都变成了丑陋不堪的怪物。不过此时的独眼却是没有任何反应，他喝了一口酒吐在伤口上，伤口瞬间愈合。看来自己应该就是那运气极好的人了。喜得永生，他也开始狂妄起来，更是扬言要以自己的不死之身与永泰的不死之身决斗。可是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在与永泰进行了几个回合的大战后，他的眼睛开始发生变化，原来他只是身体比常人更加强壮，发作的时间稍晚而已。眼见这一幕的莎，此时露出了诡异的笑容，也不再掩藏自己的真面目。原来他并非人类，而是一只高等人鱼，而高等人鱼生孩子必须要以海中的人鱼作为养分。当然，这孩子也根本不是独眼的，而是她死去丈夫的。其实3年前她就怀孕了，当年如果不是独眼将她掠来，她也没必要教唆她去抓人鱼。突然听到这个消息的独眼似乎有些激动，下一秒她的身体开始再次发生变异，完全化成了怪物。不过即使此刻成了怪物，没了意识，也还是不忘追着莎而去。就在其扑向莎的那一刻，莎纵身一跃，跳往海中。空中的莎回眸一笑，似乎心情极好。当整个人落入海里后，她彻底化成了一条美丽的人鱼，而此时的身边也多出来2条小人鱼。世人皆以为吃下人鱼肉便可得到永生，但殊不知人鱼肉其实也被称之为一种剧毒，别说它的肉，就是它的血也能轻易毁掉一个人。神无木家族几百年前曾有幸捕获过一条人鱼，从此便开启了各种研究，但越是深入了解，就越觉得可怕。几百年的时间过去后，几乎无人敢去真的食用人鱼肉，直到佐和和登和这一代，妹妹佐和从小的愿望便是青春永驻，所以她立志如果能继承族里的人鱼种，会立刻吃下人鱼肉。可随着对人鱼的逐步了解，她害怕了，
也打消了这个念头。但谁知姐姐登河突然患了一场重病，被医生判定为时日无多。那一刻，他心中再次想到了人鱼，他偷偷从人鱼种中拿到了一罐装着人鱼的血，表面说着不愿就这么失去姐姐，希望她能喝下这血延续生命，实际上却只是在做一个实验。姐妹俩因为是双胞胎的关系，如果姐姐吃下后真的得到了永生，那么她也铁定没问题。于是就这样，姐姐喝下了人鱼的血，一瞬间，登河全身剧痛难忍，一条手臂也突然发生异变，成了怪物的模样。看着这一幕的佐和惊恐万分，也再次打消了人鱼的念头。但可怜的姐姐却因此开启了痛苦的一生。仅仅是一夜的功夫，因为实在太痛苦，她白了头。父亲不愿发生异变的登河再出现在人世，将她关在了地牢，而这一关就是整整几十年。从那之后，登河的时间似乎停止了。对于时间的概念，他只能从定期前来给他治疗的。追名大夫脸上看出，因为人鱼血虽然给他带来了很多痛苦，但也给了他一副不老的面容。不过体内的器官还是依旧在逐步衰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越发的孤独。特别是每次传来外界的消息时，他的心中都是一阵心酸。今天是妹妹佐和大婚的日子，明天佐和产下了一个儿子，后天佐和小姐的少爷死在了战场上。这一条条消息代表着的是时间的流逝。有一天，妹妹亲自来到了地牢，而带来的消息是父亲过世了。也是这天，登河从地牢里出来了。我的丈夫、孩子都死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了。听着妹妹的诉苦，那一刻她心中想到的是：你在哭什么呀？明明我们拥有同样的相貌和身体，为什么你可以像个正常的女人一样结婚生子、抚育成人，就这么慢慢的老去，慢慢的走向死亡，而我却要同时忍受肉体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孤寂。也是这一刻，一股强大的怨念在登河的心中催生。他要复仇。出来后的登河性情大变，整天想着的是夺取他人的手臂。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通过换手，不但可以减轻右臂的痛楚，还能恢复手臂的样子。虽然这个做法持续时间并不长，但似乎每换一次手都能引来妹妹的愤怒。他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要逼迫妹妹说出人鱼种的具体位置，拿到里面的人鱼肉。之后的很多年，谁都不知道掘了多少墓，带回来多少死人，可妹妹始终没有说出人鱼种的位置。直到那天，追名医生带来的真鱼，情况才发生变化。像往常一样，追名医生准备切下真鱼的手臂，移植到登河的身上。可下一秒，明明是个死人的真鱼，却突然醒了过来，切开的手臂也迅速复原。这一幕令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惊恐。也是一瞬间，他们都想到了吃下人鱼肉不老不死的传说。看着这一切的登河，心中燃起了一个新的计划。第二天，他再次杀害了真鱼，而目的是要与他来一次换头手术。请不要做这种蠢事，我想要这孩子不老不死的身体。登河小姐，你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啊？因为我不想死啊。或者说，佐和可以带我去人鱼种吗？其实，人鱼种里的人鱼肉才是他的真正目的。可佐和也答应过父亲，人鱼种的位置绝不能轻易说出。所以这一次，佐和还是拒绝了姐姐的要求。当登河拿着刀架在真鱼的脖子上时，终于突破了他的心理防线，他妥协了。这些年，其实他也一直在后悔，如果不是自己的贪念，也许姐姐也不会成为这样半人半鬼的怪物。当众人来到人鱼种时，姐姐顺利拿到了人鱼肉，但她并没有给自己吃，而是拿到妹妹的面前说道：“你不是一直想要青春永驻吗？吃吧。我想知道你是能得到永生，以这副衰老的面容永远活下去，还是如我一样成为一个被关在地牢里的怪物。”看着眼前的人鱼肉，其实很早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当初给姐姐吃，他不过是心中还保留着一丝幻想。如今姐姐亲口揭穿他的真面目后，也许是心中极强的悔意，让他在此刻心脏停止了跳动。太狡猾了，为了这一天，只是为了这一天，我才苟延残喘的活着。但是就这么结束了。这一刻，他的心中也是万念俱灰。做了这么多，到头来还是没能亲眼看着妹妹吃下人鱼肉。他说：“请把人鱼种连带着我一起烧了吧，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随着一场大火的燃起，关于人鱼的一切和这对姐妹俩的秘密也随之消散。但此时此刻，却有一个人的心中充满了无奈。其实追名医生是登河的未婚夫，他看着他得绝症，看着他变怪物，甚至看着他被关几十年。期间，他曾无数次想带着地牢里的他离开，可都被他拒绝了。那时的他没有说理由，只是说他还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愿望。现在他明白了，原来登河小姐从未将我放在心上。当一个活了500年的男人终于遇到了另一位不老不死的女人时，会爱得有多疯狂？没错，他们一起跳了悬崖，反正过不了多久又能复活，任性一回又怎么了？不过这一次，一只大眼怪在他们复活前发现了2人，也不知这怪物是见色起意还是怎地。他提起永泰就扔到了一边，然后扛着漂亮的真鱼就走了。
难道是要带回家当老婆？另一边，永泰也被附近的村民救回了家。此时正被一和尚做着超度的法事，明明已经确定死亡的永泰，却突然醒了过来。这一幕差点没将2个老人给提前送进土。永泰将自己的身世以及人鱼的秘密告诉了老人，但在询问和他一起掉落山崖的女孩时，却得到了这样一条讯息：村子附近有个大眼怪，40年前他突然来到了这里，并且夺去了老人的一只眼睛，谁都不知他从何而来。不过自那以后，因为他恐怖的模样，去挑战他的人很多，可似乎无论是枪打还是插刺，他都不会倒下，并且能在不久后复原。后来大家明白了，他似乎有着不死之身，除非砍掉头颅，否则谁都奈何不了他。听到这里，永泰一瞬间便想到了人鱼，难道这怪物也是吃了人鱼肉的人类？另一边，真鱼此时也复活了过来，看着眼前的怪物，他的第一反应是拿起地上的石头砸向这怪物。不过在大眼怪的连番解释后，似乎明白了他的心意。原来他将真鱼带回山洞是想救他。明白了这一点后，真鱼再次安心地昏睡了过去。第二天完全恢复的真鱼一边吃着食物，一边询问着永泰的下落。当听到大眼说永泰已经死了时，他知道这绝不可能，于是起身便打算离开。可谁知大眼却突然追了上来，并跪在他面前说道：“可以在这多陪我一阵吗？拜托了，我太孤独了。”这大眼怪真的是吃了人鱼肉变成的怪物。他只是海边一个小镇上的普通男人，某一天捕鱼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条伤痕累累的人鱼尸体。听说人鱼肉是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回家给吃了。可吃下后，身体内突然袭来一阵阵绞痛，这痛觉让他彻底失去了意识。也不知过去了多久，当他再次恢复意识时，看见的却是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村民惨死的一幕。那一刻，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看见倒映在水中的自己时，他吓坏了。随后头也不回地逃离了村子。他知道自己的样子无法再在人前出现，所以从那之后便住在了这山洞里。每天陪伴他的能说说话的，只有这亲手栽种的花朵。听完大眼的故事，真鱼似乎有些触动。一个人待在深山老林中几十年，这份孤独也许只有永泰能体会吧。就在他为之一阵惆怅时，老人带着永泰赶到了这里，以为是坏人的大眼赶忙护在真鱼的身前。可当真鱼大声呼唤着永泰的名字时，大眼似乎是明白眼前的男人会将真鱼给夺走，于是拖着真鱼就往山洞里跑。随着真鱼越来越强烈的呼喊声，他的脚步也是越来越快。但某一刻，他突然停下脚步，将真鱼放了下来，并弱弱地问道：“为什么？是因为我很丑才不愿和我在一起吗？”真鱼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也许是明白了真鱼的想法。大眼说：“回去吧，回到那个男人的身边去吧。”此时，真鱼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提议让大眼跟着自己和永泰一起离开。毕竟大家都是吃了人鱼肉、不老不死的人类。可话音未落，老人带着狗赶到了这里，他提着照明灯四处照去，才发现原来这里已是一地白骨，而这些人全是他杀害的。目睹这一切的真鱼有些震惊，而大眼却突然掩面痛哭起来。其实他也不想杀人，只是有时候他的脑中会一片空白，失去意识，而每当恢复意识时就成了这样。不过大眼的这番话显然不能平复老人心中的愤怒，他拿着枪就朝着大眼射去。这个做法似乎彻底激怒了大眼，他双眼迅速变红，接着一掌便击飞了老人，随后迅速逃离了这里。眼见这一幕的真鱼也迅速追赶了上去。其实经过这短暂的1日相处，真鱼知道他并不是坏人，也绝不是什么怪物。他真的希望大眼能跟着自己和永泰一起。可是当他追上大眼时，还处于暴走状态的大眼一掌便将真鱼给击飞，随后更是冲上前要再次攻击他。关键时刻，永泰及时出现，掷出一根绑着炸药的长矛。随着那炸药的爆炸，大眼倒在了地上。也是在此刻，他的意识终于恢复了。看着眼前的真鱼，他轻声呼唤着他的名字，而真鱼也俯身拥抱着大眼，陪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男人抱着自己女儿的尸骨，坐在地上痛哭。此时恰好一和尚路过此地，见男人的样子太过可怜，和尚将他们带回了寺庙，并举行了一场还魂秘术。这时的和尚由于法术还并不高深，于是使用了一颗庙里传下来的人鱼胆。不久后，女孩复活了，但和尚绝没想到，他的一个善举却创造出一个吃人的怪物。也许是那人鱼胆的原因，复活后的女孩只能依靠人类和动物的胆来维持生命，因此葬送在他手下的生命数不胜数。当和尚得知酿成大错时，他决心要将这女孩再次变回尸骨。可他四处寻找，没找到女孩，却发现沿路出现许多突然变回尸骨的人。难道男人学会了还魂术？也不知过去了多久，某个小镇上突然出现了这么一对父女，父亲非常老，女儿阿枣却只有12岁的年纪。他们靠着卖人鱼肉为生，为了印证自己
卖的是真人鱼肉。老父亲总会先向大家展示笼子里的人鱼，虽然这人鱼的造型有些奇怪，但毕竟大家也都没见过。然后会让阿枣切伤自己的手臂，在轻轻擦拭后，手臂上的伤口瞬间复原。几番操作下来，围观群众纷纷信以为真，人鱼肉的生意也因此红红火火。但他们不知道，找了几十年的和尚此刻也出现在了这里。当天傍晚，趁着阿枣独自外出捕猎时，和尚找到了阿枣，他二话不说，拔刀便挥向阿枣。仅仅一瞬间，阿枣的一条手臂便被砍断。就在其要就此了结女孩的性命时，突然出现一人猛地撞向和尚，将其给撞晕过去。而此人正是活了120岁的永泰。后来，永泰带着阿枣回了家。回到家的阿枣，父亲再次给他接上了手臂。这一刻，永泰的心中充满了好奇，难道阿枣也是吃了人鱼肉的人类？老父亲并没有否认，但也并没有正面回答。见此，永泰将自己的秘密说了出来。他先是拿着匕首割向自己的手臂，然后说道自己曾经也吃下过人鱼肉，如今已是120岁的年纪了，但他不想要这永生，想变回正常人，并希望老父亲能告诉他人鱼肉的下落。听完永泰的话，这老父亲也不再隐瞒，说阿枣其实并没有吃过人鱼肉，不过具体原因他不愿说。当晚躺在床上的永泰百思不得其解，但下一秒，身后的阿枣突然起身，他张开嘴就朝着永泰的身体上咬去。被惊醒的父亲连忙让永泰赶紧离开这里。出来后的永泰遇上了之前被他撞晕的和尚，和尚说你的胆刚刚差点被吃掉。后来和尚将这对父女的故事告诉了永泰，并拜托他拖住阿枣7天，这7日内他要净身以增强法力，所以无法行动。第二天，永泰再次找到了阿枣，阿枣似乎有些抱歉，他说昨晚只是想尝尝长生不老的人胆是什么滋味。听到这话，永泰有些无语。之后的7天，阿枣的父亲接了个大活，帮忙复活公主的尸体，而阿枣有事没事便会找永泰。随着两人逐渐熟络，永泰也慢慢开始同情这个女孩。其实复活之后，他就失去了之前的记忆，所以他总会怀疑，那真的是自己的爹吗？为什么父亲一直在变老，而自己却毫无变化？有时候他会傻傻地对永泰说，希望以后能跟着永泰一起走。有时候他也表现得非常开朗，想着如果哪天父亲真的不在了，自己也一定能好好的活下去。看着眼前这天真的小孩，永泰不禁想起了和尚的话，与其苟延残喘的活着，不如让女孩成佛，那才是他真正的幸福。可是他还一直憧憬着未来，考虑着今后的生活，为什么要夺去他的生命？想到这里，他开口问道，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立刻马上，因为今天就是与和尚7日之约的最后1日。阿枣爽快地答应了。不过临走前，他决定要和父亲好好的道一次别，但他不知道此刻的父亲就在他们身后，并且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待阿枣走后，老父亲找到了永泰。其实从当初他抱着女儿的尸骨跪在地上痛哭，就能看出他有多不舍。所以为了留住女儿，他用计将永泰骗到了山上，然后一刀劈在了永泰的身上。而此时另一边的阿枣回到家后，因没看见父亲，想到了父亲应该在山中复活公主，于是也向山上跑去。可是7日出关的和尚早已等候在此，如之前一样没有过多的话语，一开始便动用法力将阿枣体内的人鱼胆给取了出来。那一刻，阿枣想到了与永泰的约定，他不愿死在这和尚手上，拔刀砍下了和尚的那只手臂，然后飞快地逃离了这里。可当他赶到山上时，看见的正是父亲拿刀插进永泰身体的一幕。这老父亲不光是不愿永泰带走阿枣，还想利用他长生不老的人胆来复活公主，创造出另一个如阿枣般永生的人类。但此时的阿枣又怎会同意父亲的做法？他走上前极力阻挠，而下一秒，父亲发现了阿枣身上的伤口，也知道了阿枣的人鱼胆被取出的事实。他抱起阿枣缓缓离去。没了人鱼胆，意味着女儿将在不久后再次变回尸骨，所以此刻他宁愿陪着阿枣一起跳下悬崖，一起共赴黄泉，至少这样阿枣就不会孤单了。也不知过去了多久，当永泰在山底找到阿枣时，此时他也并不知道被取出人鱼胆的后果，还天真的认为反正自己是不死的，不久就会好起来，甚至傻傻地问道，永泰，今后我们去哪里？不管你去哪，我都要跟着你。跟一个活了500年的帅哥谈一场恋爱，是种怎样的体验？你以为跟他去了某个城市是旅游，实际上却是祭拜他的前女友。60年前，四处寻找人鱼肉的永泰认识了这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小苗。小苗因为对人鱼肉也有着些许了解，并且也希望如永泰般获得永生，所以两人总会聚在一起探讨人鱼肉的事情。久而久之，便催生出了爱情。可某一天，当永泰得知小苗原来已经有了一位非常出色的未婚夫后，于是决定离开。可此时的小苗已经深深爱上了他。现在他已不光是想要永生，更想与永泰长相厮守下去。无奈之下，永泰找了个时间，在小苗不知情的情况下，默默离开了村子。
如今再次来到他的城市已是天人两隔，永泰也不免一阵神伤。不过对于他跟小苗的故事，真宇可一点兴趣都没有，头也不回的就说要去四处逛逛。刚离开永泰，他便看见了这样的一幕：一男人正无情地抽打着一漂亮女子。男人打女人，这还得了？真宇毫无畏惧地冲上前，就要为其打抱不平。可正义没得到伸张，他倒是收获了2个大嘴巴子。关键时刻，那女子却拿起石头从背后砸向这男人，随后更是若无其事地问出一句：“不要紧吧？”真宇显然有些懵，但他不知道，此刻的身后再次出现2大汉。不久后，真宇的尸首被埋在了一处别墅前，而那神秘女子却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一老头的房间内。原来女人的名字也叫小苗，难道她是60年前永泰的那位老相好？此刻另一边的永泰正焦急地四处寻找真鱼，可没找到真鱼，却遇见了一位老熟人草吉。草吉曾是小苗家帮工的孩子，成天跟在小苗的身后，所以对于这2人的爱情，他算是最有力的见证者。不过此时他却质问起永泰来：60年前你真的没有带走小苗小姐吗？原来当初永泰离开时是他给送的行，而当时他也代表小苗传递了一条信息，说他已经在红谷等着你了，不管怎样他都要跟着你一起离开。之后小苗便于当天失了踪，大家都以为小苗选择了和永泰私奔，只有他的未婚夫认为小苗一定不是那种下贱的女人，绝不会和一个流浪汉逃走。后来村里出动了所有人去找寻，可依然没能找到，最终为了保住声誉，只能将其归于神隐，在没有尸体的情况下举行了一场葬礼。但草吉此刻又突然说道：“如果小苗还保持着60年前的模样活着，你会怎样？”另一边，被埋进土的真鱼再次复活了过来。当老头得知这女孩跟永泰有什么关系时，似乎来了兴趣。原来这老头就是当年小苗的未婚夫殷二郎，当时在小苗失踪后，伤痛欲绝的他成了东京财阀一独生女的上门女婿，后来不但继承了家产，还发了笔战争财，扩大了企业。可这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做一件事，不断收购这里的土地，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可以肯定一定和小苗有关。而此时再次听到永泰这个名字，也再次揭开了他心中的痛。为了报复永泰，他下令再次处决真鱼，但下一秒草吉带着永泰出现在了这里。见真鱼有难，永泰毫不犹豫地跳下围墙，可就在其大声呼喊真鱼时，却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而小苗似乎也一眼认出了永泰。就在2人四目相对时，永泰被一旁的守卫击晕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他和草吉已被关在了一个仓库内。不久后，殷二郎也来到了这里，但见到永泰的第一句话，他却说小苗已经死了。小苗他是因为你才死的，之前不是还好好的活着吗？怎么又说死了？原来在小苗神隐之后的几年，殷二郎在一片红色的花圃中找到了他的尸体，而这片花圃就是永泰和小苗的秘密约会地，也是2人最后的约定之地。很久以前，小苗家的祖先曾款待过一个云游僧人比丘尼，作为谢礼，僧人在离开时送了一种神奇的药粉，人与骨灰。后来小苗偷偷拿了些撒在了这片花圃中，从此之后，这个山谷的花即便到了冬天也不会再凋谢，一年到头都是鲜红盛开着。于是小苗给其取名为红谷。不过对于人与骨灰，永泰还知道另一则秘闻：从前路过村庄投宿在某家的比丘尼，实际上是被那家的男主人杀掉，抢走了人与骨灰，但是因其尸体上沾满了人与骨灰，竟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复活之后的他，外表和活着的时候毫无分别，但里面却成了没有灵魂的恶鬼，把所有的村民都杀光了。所以说，此时活着的小苗很有可能就是如比丘尼那般重新复活的没有灵魂的人。而殷二郎这些年一直收购土地，为的就是寻找那些失踪的人与骨灰，来复活小苗小姐。另一边，此时的小苗在白天见到永泰后，似乎唤醒了他的某些记忆，即便此刻已经没有了灵魂，但他依然记起了与永泰的一个约定：我和人约好了，在红谷我和永泰约好了，